想到西伯利亞，你想到什麼？西伯利亞帶給你什麼感覺？寒冷嗎？還是蘇武牧羊，天寒地凍？如今的西伯利亞，你知道嗎？是最美麗的一個地方。我們一起去看看。一早灰雲沉沉，湖畔的空氣濕潤帶點冷意。我們即將告別小鎮里斯特維揚卡，展開環湖鐵路之旅。不過，在登上火車前，得先搭乘渡輪橫跨安加拉河，前往鐵路的起點貝加爾港。這條航線每天固定對開，單程約15至20分鐘，旺季時還會配合火車班次靈活加開。西伯利亞鐵路上面有泡麵、薯片，還有飲料、咖啡。这是意大利牆。Дороги от обвала в центура напор слабого грунта. Арк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украшает грубое каменное сооружение,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нутри экономится много камня.用近拍还是从这个角度？哇，他们走到那最远。对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来看我，1、2、3。Хотела точно добиться, что обещали
這裡看起來落石很多。好，1、2、3。海豹啊 ，nice place。海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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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捏过捏过。啊，这边感觉不错。位於環湖鐵路149公里處的安加索爾卡村，常住人口極少，交通封閉。然而，這裡卻因為20世紀一場偉大的探險，成為日後洛里奇思想在西伯利亞的精神據點。尼古拉斯·洛里奇，橫跨19至20世紀的俄國重要哲人與藝術家，曾著有《香巴拉》一書。生於聖彼得堡貴族文化圈的他，與這片西伯利亞荒原的緣分，始於1920年代那場引起世界外交與情報機構高度關注的中亞大遠征。1926年，洛里奇的探險隊踏上了這片土地。西伯利亞浩瀚純淨的景觀、冷冽的湖風以及古老民族的傳說，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，也成為他日後無數神秘畫作中最深沉的靈感源泉。儘管洛里奇本人從未在此定居，但深受其思想感召的追隨者們，仍在這片嚴酷環境中建立起這座文化與展覽中心，也就是現今的洛里奇紀念館。接下來是貝加爾環湖火車的最後一站。有些人像新疆或者阿拉伯是那樣的，對，其實都是來自前蘇聯。帶着些許疲憊，車廂裡的旅伴們依然熱情分享着體驗與好奇。這段移動史詩般的環湖鐵路之旅就在這裡圓滿畫下句點了。不過，貝加爾湖的冒險也即將開往新的篇章。下一站，帶大家深入湖心深處的薩滿聖地，敬請期待。奧利洪島，我們下集見嘍！所有的罵話都告訴他，罵人的話，你不喜歡的人全部把他當成小孩。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保護你。有這種事情啊？走上來滑，不要了。OK， 好，這樣走過來。哦，漂亮，讚，好可愛哦。